当一位变态女人成为男子监狱的长官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她会将男囚犯都当成自己的玩具，而最常玩的是一种名为忍耐的游戏。她会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站在众多囚犯的面前，并强迫囚犯看着自己，却不允许囚犯出现生理反应。一旦发现，就会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。而她就是纳粹时代最变态的女恶魔伊尔斯科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桃 K 档案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——布汉瓦尔德监狱里的女恶魔伊尔斯科赫。1906年9月22日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一个富足的家庭。小时候的他性格温顺，并由于从小就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，导致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。直到1922年，一切都变了。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，德国正处于经济最萧条的时期，伊尔斯的家庭变得越来越贫穷，后来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。这对于从没受苦的伊尔斯无疑是一种无法承受的打击。而就在伊尔斯最无助的时候，纳粹党突然兴起，他们用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呼吁大家加入纳粹党，不仅一直强调德国是全世界最高贵的种族，并一直标榜自己就是德国未来的希望。最终伊尔斯被纳粹的言论打动，自愿加入了集中营开始工作。而在这里，伊尔斯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男人卡奥托科赫。二人于1934年相识，虽然年龄相差了10几岁，却并没有妨碍彼此相恋。卡尔是一名纳粹党的卫队队长，社会地位极高，可他并不是因为打仗有多厉害，而是他无与伦比的残暴手段，专门负责审讯敌军的俘虏。据说他有一套极其残忍的审讯流程，能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挺过这一套流程。若正常女人在得知男友如此残暴，恐怕早就吓坏了。可伊尔斯似乎骨子里天生就带有变态的基因，在得知卡尔的工作后，不仅不害怕，反而感觉卡尔非常的性感有魅力。于是在5年后，也就是1939年，二人正式结婚。同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纳粹专门建立了一座关押俘虏的集中营，由卡尔担任集中营的最高指挥官，而这座集中营就是著名的布汉瓦尔德监狱。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以后，卡尔和伊尔斯过上了奢侈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里他们就是王，拥有绝对的权利。而被两个变态统治的监狱，可想而知里面的囚犯每天都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据说卡尔会逼迫囚犯吃同伴的器官，用沥青取烧囚犯的皮肤，死亡反而成了囚犯最幸福的下场。然而截止到现在，伊尔斯还从未参与过虐待囚犯，一直都是丈夫卡尔在作恶。表面看上去，伊尔斯就是一位文静的少妇，充其量也就只是一位在背后默默支持变态的变态夫人。可就在不久后，丈夫卡尔被派去其他城市执行任务，只剩下一个人的伊尔斯开始逐渐露出他变态的一面。1941年8月，在卡尔离开后的3个月，无人陪伴的伊尔斯感觉非常无聊，便花重金在监狱里建造了一座马场。刚开始玩的还挺开心，可时间一长他就又觉得无聊，于是第一次将注意力转移到的犯人身上。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，伊尔斯让手下将500名犯人带到了广场上，然后命令犯人全部脱光站成一排。大家本以为伊尔斯这么做只是想羞辱囚犯而已，可他接下的行为却看傻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只见伊尔斯竟在500名囚犯面前脱光了自己的衣服，并命令所有人都必须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500名囚犯常年在监狱生活，都是很久没接触过女人了，看着伊尔斯摆出各种妖娆的姿势，谁还能忍得住？仅在一瞬间，就大批犯人上演了一柱擎天的戏码，若非有铁栏杆挡着，恐怕早就冲过去了。就在犯人都在津津有味，享受着突如其来的福利时，伊尔斯的一句话令他们瞬间哑火：如果谁出现生理反应，就是对我不敬，就当场拉进人体实验室。人体实验室那可是把人当小白鼠的地方，成为实验对象的人说是生不如死，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所以此话一出，500名囚犯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大部分人的弟弟都瞬间低下了头。可仍一部分囚犯欲火旺盛，弟弟始终昂着高傲的头，于是被警卫当场送进了人体实验室，而等待他们的将是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的酷刑。伊尔斯一向对皮质的物品情有独钟，家里收藏了各种动物皮毛制造的工艺品。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，财富越来越多，动物的皮毛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欲望，竟然想要用人皮制作工艺品，而这群囚犯自然就成了他的目标。伊尔斯会将囚犯的皮肤一刀刀的割下来，特别是对于有特殊纹身的囚犯更是情有独钟，然后用他们的皮肤制作成手套、帽子、坐垫等，
而他最热衷的则是用人皮制作灯罩，后来甚至强迫囚犯加工他们同胞的皮肤。据统计，他的家中至少存放了30多个不同的灯罩。更可怕的是，每当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伊尔斯还会将人皮灯罩当成礼品送给同事。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变态啊！当人们得知手上这只精美的灯罩是用人皮制作的后，当场就吓得汗毛直立。虽然纳粹做过很多人体实验与虐杀，但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国家更加强大，而且大部分的执行者都是迫于命令才不得不做。而伊尔斯却不同，他就是单纯的为了一己私欲而滥杀无辜，而且手段残忍让人不寒而栗，连纳粹党的同事都觉得他简直是一个恶魔，于是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。可判罚的结果却让人感觉匪夷所思。法庭上，法官不仅列举了伊尔斯的多项罪名，同时也指出了丈夫卡尔多年来犯下的罪行，比如将女囚犯当成私有财产进行拷问、虐待等行为。最终法庭认为，身为布痕瓦尔德监狱的最高指挥官卡尔才应该负主要责任，于是伊尔斯被当庭释放，卡尔却被判处了死刑。虽然这个判罚有一定程度的道理，但完全不处罚伊尔斯显然也并不合理。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伊尔斯与纳粹党中的多名军官都存在秘密关系，其人脉早已超过丈夫卡尔，这才是他逃离制裁的根本原因。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伊尔斯还是迎来了正义的审判。1945年纳粹战败，作为胜利一方的美国解放了布痕瓦尔德监狱里的所有囚犯，并从这些犯人的口中得知伊尔斯曾对他们做过很多违背人道的罪行，于是伊尔斯再次被逮捕，送上了军事法庭。而这一次伊尔斯已经没有了任何庇护，等待他的必定会是死刑的处罚。然而这个女魔头再次抓到了法律的漏洞，在监狱等待审判的这段时间里，竟然与监狱里的多名男囚犯以及狱警发生关系，最终导致她怀孕了。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她并不知道，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按照当时的美国法律规定，法庭无权对一名孕妇判罚死刑，因此伊尔斯又一次逃过了法律的制裁。但就在她产下孩子后不久，美国和西德的高层经过商议决定，绝不能让伊尔斯这样的恶魔继续留在人间。于是西德以当初对他的判决不够完善为由，将他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得知自己出去无望，在牢房里的伊尔斯渐渐患上了妄想症，经常幻想那些曾经被他折磨过的囚犯过来找他，并开始虐待自己，每天都在绝望中度过。最终于1967年，也就是伊尔斯61岁的时候，他在牢房里上吊自杀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好了，关于本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，探索世界。